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必须先提一下，就在我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比特币仍然处在持续下跌的通道当中。一周前是10万美元，昨天9.2万，今天2025年的11月21号，最低价8.6万美元。Twitter 在尖叫 ，Reddit 在恐慌，全网爆仓的数字就像心电图一样，1亿、2亿、8亿，所有的人都在问牛市是不是结束了，是不是要直线跌回到6万？就在这片混乱当中呢，我突然想起了10几天前的一个画面。10月6号 CNBC Squawk Box 主持人问 Casey Wood， 也就是木头姐，你还坚持比特币150万美元的预测吗？ Final question, Bitcoin down about 16%, I think, for the month now. Where do you think we're going? Stablecoins are usurping part of the role that we thought Bitcoin would play. So our bullish forecast out there is 1.5 million by 2030. Given what's happening to stablecoins, I think we could take maybe $300,000 off of that bullish case just for stablecoins. 在采访里边开始说，比特币的角色更加清晰了，不是支付工具，而是价值的存储工具。他把模型从150万下调到了120万。我非常认可他所说的，比特币不是支付的工具，而是价值的存储工具。但今天面对比特币的持续下跌的这个事实，这个不由得让我们怀疑木头姐 Casey Wood 的比特币120万美元到底是不是笑话。这一刻呢，看着价格从12.6万一路下跌到8.6万，这种怀疑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当面对这些质疑声音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又闪现出一个念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5年比特币250美元，他买入，所有的人在说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20年他预测100万，所有的人说这个人就是一个疯子。2022年比特币从6.9万跌到了1.6万，他继续加仓，大家都在说他已经无药可救了。24年他把目标价格提高到了150万，大家继续抨击他，他已经疯到家了。2025年的11月他下调到了120万，我们现在还是在质疑他。你发现了吗？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他做什么，都有人嘲笑他。涨了说他运气好，跌了说他是骗子，目标高了说他疯了，目标低了说他认怂了。在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得先搞清楚，木头姐可不是一个基金经理这么简单。在加密的世界里边，他和埃隆·马斯克、Jack Dorsey 被视为加密三人组。3个人在2021年的 B World 大会上同台，共同定义了整个加密行业未来10年的叙事基石。比起前2位呢，他更加具有争议性，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基金 ARKK 的投资人很多人没有赚到钱，但他呢，因为个人买了比特币，反而赚了大钱，这个让他的争议瞬间放大了10倍。支持者说他看得非常远，反对者说他只会讲故事，他本身就是一台情绪的放大器。所以今天的故事不是讲他怎么预测比特币，也不是替他洗白，而是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一个人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未来，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它不是一次性的，每一次下跌他都要重新承受一次，包括这次比特币从12.6万跌到8.6万。这个故事要从一个雷达说起，让我们回到1955年。1955年的11月26号 Casey Wood 出生在洛杉矶，父亲呢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在美国的空军做雷达系统的工程师。母亲 Mary Duddy 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从很小的时候 Casey 就喜欢跟着父亲去父亲的工作室，那是一间摆满了旧电子设备的房间，光线昏暗，空气里边弥漫着焊接金属的味道。但最吸引 Casey 的是那个绿色的军用雷达屏幕，上面有一些忽暗忽明的光点。有一天呢，年幼的 Casey 问父亲，那些光点是什么？父亲回答的很简单，飞机。Casey 抬头望向窗外，天空晴朗，他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就说没有飞机，什么都没有。父亲笑了笑回答他，因为他在50公里以外，你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但雷达可以看得到。雷达发出信号，飞机把信号反射回来，我们就知道它的位置。即使你看不见，但
他也在那里。凯瑟后来在一次采访当中谈起，那一刻他明白了一件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儿：真相不总是肉眼能够看到的，有的时候你要比别人看得更远，而当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很有可能需要承受别人的质疑。现在呢，我们先按下暂停键，回到现在2025年的11月21号，比特币8.6万美元，推特在骂 ，Reddit 在恐慌，大家盯着 K 线图说都完蛋了，而 Casey Wood 盯着他的雷达说2030年120万美元。他看到的飞机我们还是看不到，问题是他的雷达准不准？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先看看他的过去几十年的记录。Casey 的童年并不稳定，父亲由于在空军工作，所以他常年调动，全家从洛杉矶搬到了 Culver City， 又搬到了其他的城市。他学会了适应陌生的环境，也学会了在变化当中保持冷静，而且学会了独立思考。但最重要的是，他从父亲那里边学会了世界上有肉眼看不到的东西。Casey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现在洛杉矶的天主教女子高中就读，之后呢进入了南加州大学，主修金融和经济。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Arthur Laffer， 著名的经济学家，拉佛曲线的提出者，那个曾经把经济学史写在餐巾纸上的人。那张餐巾纸呢，现在被收藏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里边。拉弗尔很快发现这个本科生不太一样，所以他破例让凯瑟去旁听他的研究生的课程，这在当时是极少发生的事情。拉弗尔后来这么评价她：这个女孩有天赋，她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1981年，凯瑟以 Summer Calf Law 的最高的荣誉毕业。26岁，她进入了华尔街，故事从这里真正的开始。Casey 在华尔街工作了33年 ，Capital Group、Jennison Associates、Alliance Bernstein， 他做过首席的经济学家，做过投资组合经理，做过首席的投资官，管理过几十亿的美元，看起来这是个完美的职业生涯。但 Casey 越来越不满意，因为他发现华尔街根本就不看未来，华尔街看什么呢？看 PE ratio 市盈率，看过去5年的财报，看带引号的价值投资，也就是说买那些被低估的老公司，巴菲特的那一套。但凯瑟觉得这个不对，因为世界正在悄悄地改变，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区块链这些东西用传统的估值方法根本就算不出来，这个就像用算盘去理解量子计算机。凯瑟曾说过一句话：华尔街是在用后视镜来开车。他每天呢想跟同事讨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同事只关心下一个季度会不会 beat earnings。他说这是创新的前夜，同事说这个是估值的泡沫。他在看未来，华尔街在看昨天。他越来越觉得他不属于这里。2013年呢，凯瑟提出了一项内部的建议：我们需要一个专门投资颠覆式创新的主动管理的 ETF， 不投传统的蓝筹股，只投那些可能改变世界的公司。结果呢 ，Alliance Bernstein 的管理层一句话回绝了他：太冒险了，客户不会接受的。这句话把凯瑟的30年的职业生涯彻底的推向了终点，因为他终于意识到，华尔街不是看不到未来，而是不敢看未来。为什么呢？因为未来会让他们失去现在的确定性。那一年，凯瑟58岁，大部分人会选择再干几年，拿着养老金退休，安安稳稳、体体面面。但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的雷达：当你明明看到光点在闪，你会装作什么都看不见吗？还是你会离开安全的房间，自己去追逐那架飞机？凯瑟选择了后者。2014年的1月，59岁的凯瑟伍德创立了 ARK Invest，ARK 方舟。这个不是随便取的名字，他在一年圣经里面读到诺亚方舟的故事，在洪水来临之前保存真正的生命。他相信自己在做的就是为未来的世界创造方舟，而他要拯救的不是动物，不是种子，而是那些会改变世界的公司。他说：我生来就有信仰的天赋，我相信上帝让我看到了一些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别人说他在搞噱头，而他呢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就是他的人生的第2次看到了50公里以外的飞机，这一次他准备追过去。
2014年年底，比特币正在经历它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从2013年的1000美元一路崩到了200美元。Mt. Gox 被黑，75万比特币不见了。媒体的标题：比特币已死。所有人都在逃离，所有的机构都在远离，所有的分析师都在冷嘲热讽。就在这个时候，凯西的雷达响了，他找到了 Arthur Laffer， 他在 USC 的导师，也是里根经济学背后的灵魂人物。他把比特币的白皮书放在了桌子上，问了他一个决定自己未来的问题：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拉弗看完之后，整个人都开始兴奋了。然后他说了一段足以改变凯西人生轨迹的话：我从1971年美国放弃金本位那天起，就一直在等待这样的一个系统，基于规则的货币，不受政府操控，不会被滥发，不会被政治所污染。接着呢，他给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如果比特币能够成功，它的市值最终能够匹配美元的货币基础，4.5万亿的美元。当时比特币的市值只有60亿，拉弗的预期意味着750倍的空间，但真正说服凯西的不是750倍，是他看到的未来的货币系统。父亲的雷达的故事再次浮现，飞机可能在50公里以外，肉眼根本就看不到，但雷达知道它在那里。比特币就是那个光点。2015年的9月 ，ARK Invest 买入了灰度的 GBTC， 成为了全球第一家投资比特币的公募基金。但是公募基金不能够直接持有比特币货币，于是呢，凯西去找证券交易所申请，我们能不能在 ETF 里边配置 GBTC？ 证交所的答案是可以，但最多只能够1%。为什么只能1%呢？因为监管机构觉得比特币是庞氏骗局、赌博、营销噱头，甚至一家著名的 ETF 出版物公开嘲讽 ARK 只是想用比特币来吸引眼球。凯西并不在乎，他自己也买入了比特币。2015年，他拿出了10万美元，在250美元的位置买入了比特币。这笔投资他一直持有到现在。现在是2025年的11月，比特币价格在9万美元，那10万美元现在的价值是3600万美元，360倍的回报。但我想说的重点不是他赚了多少钱，而是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在说这是一个骗局的年代，而凯西看到了比特币的价值，并且开始买入。如果对比到今天，我相信99%的人都不敢买，而这个就是他看到未来的第一个代价。初始的孤独。从2015年到2020年，凯西伍德经历了5年的孤独，5年的嘲笑，5年的坚持。然后时间跳到了2020年，这一年发生了3件足以改变华尔街叙事、改变 ARK、改变凯西人生命运的事情。而这3件事让他从疯女人变成了投资女预言家。第一件事，特斯拉爆炸式的上涨。2018到2019年，特斯拉是整个市场的笑话，空头说它是不会赚钱的垃圾车企，分析师给它的评级是卖出、卖出再卖出，而 ARK 呢是唯一的坚定加仓的机构。2020年，特斯拉开启了金融史上最猛烈的涨势之一，一年涨了743%，空头被打爆，全世界开始倒追凯西的研究报告，ARK 的资金如海啸般的涌来。那一刻呢，所有人都突然意识到他不是一个疯子，他是先知。第二件事呢是疫情的冲击让创新加速。2020年全球封锁，科技从可选项变成了刚需 ，Zoom、Shopify、Square 全部暴涨。这些公司恰好都是 ARK 的松仓。ARK 的几只基金不只是上涨，而是包圆了全年度的第1、第2、第3名。凯西变成了华尔街的女神，被称作科技界的新一代巴菲特，媒体甚至开始吹捧他是趋势的本尊，他比硅谷更懂科技。所有人都忘了几年前他们还在嘲讽他。第3件事是比特币起飞。2020年底，比特币从1万冲高到了2万、3万、4万，这一切呢对他来讲一点都不意外。他从2015年就在等，当 BTC 站在了5万、6万、6.9万的时候，他终于证明了一件事，他的雷达是真的，他比所有的人都提前看见。那个时候的他几乎站在了世界之巅，画面很美，对吧？但真正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因为2020年到2021年的暴涨，其实让 ARK 埋下了3个巨大的隐患。第一，资金流入过快，形成了价格推价格的雪球效应。第二，市场把 ARK 当成了买涨不买跌的偏股机器。第三，他的粉丝开始相信他永远是对的，这个是巅峰，也是悬崖边。凯西也知道他从来不是盲目的乐观的人，但他没有想到真正的风暴会来得这么快。2021年，凯西兀地站在了世界的正中央，他的基金规模突破了600亿美元，他的采访登上了所有的财经频道，他的预测被全世界放大了成千上万倍。那一年，他就是散户心中的科技女神，但他不知道，他站得越高，风险也离他越近。暴雷的第一声 Archegos 贝尔黄，那个在2014年给他第一笔种子基金的人，他后来创立了 Archegos， 用极高的杠杆布局科技的成长股。更要命的是，他重仓的那些股票恰好也是 ARK 重仓的股票 ，Discovery、GSX、百度，还有一批中概教育与媒体公司。当时没有人知道 Archegos 的仓位已经达到了放大5倍、10倍、20倍的危险区。这个意味着，只要他爆仓，凯西的组合也会被无情的拖下水。然后呢，事情真的发生了。2021年3月 ，Archegos 爆炸，爆得干干净净，爆到连华尔街顶级的投行都损失惨重。Credit Suisse 损失了55亿美元 ，Nomura 损失了20亿美元，所有相关的股票一夜暴跌，ARK持有的很多成分股一根接一根的往下杀。凯西不是被击中，而是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里边。这是第一个警告，他没有看到对手的杠杆风险。暴雷的第二声，利率的时代到来。2021年的年底，美联储发出信号，通胀失控了。华尔街所有人都懂这意味着什么，利率要上升了。对科技成长股来说，利率上升意味着资金成本提高，估值模型收缩，未来增长故事被重新定价。而 ARK 的整个哲学是未来价值到现在折现，当折现率上升的时候，未来价值会瞬间蒸发。这个不是凯西的失误，这个是他整个投资哲学的致命弱点。全市场都在开始减仓 ，Zoom 跌，亚马逊跌 ，Unity、Shopify 全都跌。2022年 ARK 的净值暴跌60%，比纳指惨，比比特币惨，甚至比中概股还惨。媒体、分析师、散户开始集体的反转，他是个骗子，他是赌徒，他是新一代的雷曼时刻。这个就是华尔街，上一秒呢叫你女神，下一秒叫你魔鬼。暴雷的第三声 Michael Burry， 大空头正式出手。就在 ARKK 站在风口浪尖的时候，另一个戏剧性的角色登场了。Michael Burry， 大空头主人公的原型，那个曾经预言并做空整个美国房地产的人。他看着 ARKK， 看着那些亏损的科技股，夸张的估值，散户的狂热，然后呢，他做了一件事儿，做空凯西兀，他买进了2355张的 ARKK 的看跌期权。这个是华尔街最戏剧性的场面，一个靠着看清泡沫成名的人，做空一个靠压住未来崛起的人。这是宏观 vs 梦想，现实 vs 理想，冷酷 vs 热情。结果是他看对了， ARKK 一路从159美元跌到了30多美元。虽然波瑞过早的平仓，没有吃到全部的利润，但在判断对错这件事情上，波瑞完胜，凯西惨败。而市场给凯西的评价只有一句，他没看到风险。暴雷的第四声，持续不断的资金撤离。当基金暴跌的时候，投资人会做一件最伤人的事情，赎回。赎回代表着你必须卖掉你手头上流动性最好的股票，去换钱给客户。流动性最好意味着什么呢？特斯拉、NVIDIA、Zoom。于是 ARK 被迫卖好股留坏股，这个是基金管理最可怕的陷阱，越卖越跌，越跌越赎回，负循环，活生生的死亡螺旋。而在所有人疯狂逃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他继续买，继续加仓，继续喊创新会赢。有人说他彻底的疯了，都跌成这样了你还买？他说创新不会因为股价下跌而停止。这句话呢听起来很美，但市场不按美来定价，这个不是坚持，而是信仰被现实碾压后无路可退。凯西承受了华尔街最残酷的5种声音：嘲笑、质疑、抛弃和最终的沉默。这是一场信仰相对风暴的战争，但
关键是他真的没有看到风险，甚至在风险最集中的那一年，他还在对抗整个时代的逆风。2023年，科技股重新站起来了 ，AI 爆发 ，ChatGPT 横空贯世，成长股卷土重来 ，ARKK 从34美元涨到了57美元，全年涨幅67.64%，它成为了全美表现最好的主动的管理型 ETF。媒体又开始变脸了 ，Casey Wood is back，the comeback queen。但他知道这个不是奇迹，这只是趋势被时间证明了一点点。真正的转折点呢，在2024年的1月10号 ，SEC 批准了11只比特币现货 ETF， 包括了 BlackRock 比特币 ETF、富达比特币 ETF、ARKB。这一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2015年开始申请的那件事，他足足等待了9年，终于获批了。这9年里边，他被 SEC 拒绝了无数次，他被骂营销的噱头，他被说成是赌徒、财富的毁灭者。他的基金呢经历了暴涨暴跌，他一度被当成笑话，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哪怕全世界都说他错了。ETF 上线之后呢，市场给了他一个回答 ：ARKB 第一天流入1.1亿美元，第一周流入5.5亿美元，到2024年的11月，规模到了49亿美元。有人说49亿美元根本比不上 BlackRock 的330亿，但那是因为 BlackRock 是站在他10年的肩膀上，是他向 SEC 证明了市场的需求，是他把最苦的路全都走了一遍。如果没有开始的9年的坚持，就没有今天每一家 ETF 的繁荣。他做的是脏活，也是未来时代的底活。然后呢，他在2024年初面对媒体的时候，他说：“我们更新了模型，比特币的长期目标是150万美元。150万美元，从当时的4万多美元计算，是35倍的上升空间。”台下的反应是2种极端，一半鼓掌，一半摇头。但凯西很平静，因为他还是坚持认为他的雷达从来就没有错过，只是时间还没有走到那个点儿。2025年的10月6号，比特币刚刚从11.6万跌破到10万，市场非常恐慌。在这个时候 ，Casey Wood 又一次出现了 CNBC Squawk Box 上面，主持人再一次问他对比特币的预测，他的回答是：我们更新了模型，新的目标价位是120万美元。互联网的反应比他的价格波动更剧烈，很多人都在嘲笑他，说他根本没有信仰，没有原则，只是哗众取宠。但你注意到了没有？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我错了，我放弃了，我动摇了。他说的是比特币的角色更清晰了，市场看数字，看情绪，看涨跌，他呢看结构，看变化，看长期的逻辑。这2种视角永远无法对齐，你必须知道他为什么要下调。他不是因为恐慌、怀疑、被骂、被跌服了，他下调是因为2024年到2025年发生了一件关键的变化。稳定币抢走了比特币的支付功能的叙事 ，USDT、USDC、PYUSD、USD1，全球支付市场越来越偏向稳定币，而不是比特币。因此，比特币在全球货币体系里的位置，从货币的替代品，更加转化到了价值的储藏品，角色更加清晰了，但角色呢变窄了。所以模型要调整，这个不是认怂，这个是专业。市场永远无法理解的一点是，它的预测从来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严肃模型推算出来的结论。2015年，他预测比特币的价值可达到4.5万亿美元，他被骂成是疯子，他坚持。2020年，他预测50万，被骂成是骗子，他坚持。2024年，他说150万，市场说他疯到了极点，他依然坚持。2025年，他说120万，市场说他认怂，他还是坚持。你发现了吗？无论数字是50万、150万还是120万，它的方向呢从来没有改变过。市场呢只会盯着数字，它盯的是未来的逻辑。最讽刺的一点是，这一次它更加清醒了。它不是因为市场暴跌而恐惧，而是因为它的模型变得更加精准了。因为它明白，支付是稳定币的战场，储值是比特币的主战场。宏观环境正在逼迫各个国家重新审视通胀税。主权信用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趋势，这些东西不是价格波动所能够改变的。12万到8万6，对他来说只是噪音。你可能会问，为什么 Casey Wood 总能在被嘲笑之后再站起来？因为他经历过别人没有经历过的深渊。2015年，他孤身买入了比特币；18年，他独自死守特斯拉；21年，他被捧上神坛；22年，他被骂成财富的毁灭者。2023到2024年，他又被重新的接纳了。
2025年，他在全网的嘲讽当中，把目标价从150万调低到120万。它既不是永远的正确，也不是永远的幸运，它只是永远的站在了趋势的那一边。市场看3天的价格，它看到的是30年的方向。市场盯着波动，它盯着这个结构来看，央行扩表，稳定币扩张，主权货币竞争，通胀税弱化，比特币从支付工具变成了全球的价值的存储。这些趋势没有一个因为这波的下跌所改变。所以当别人恐慌的时候，看到的是损失，他看到的是偏差修正；别人崩溃看到的是数字归零，他看到的是模型误差与参数变化。市场是情绪的集合，它是结构的集合。这个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市场把它埋进土里边，第2天它仍然能够爬出来，不是因为价格反弹，而是因为逻辑还在。而这和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比特币从11.6万跌到了8.6万，下跌21%。真正的问题不是牛市结束了吗？是不是要回到6万？要不要清仓？而是推动比特币上涨的结构被破坏了吗？ ETF 流入停止了吗？大资金有没有撤离？国家采纳倒退了吗？美元负债问题解决了吗？通胀压力有没有消失？价值存储趋势有没有崩塌？如果答案都是没有，这就说明趋势没有结束，只是趋势正在下跌当中继续前进。所有长期的趋势呢，都会经历短期的地震，震动不等于方向错了，下跌呢也不等于故事结束。Casey Wood 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不知道2030年比特币会不会到达120万，没人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在这个时代正在奖励那些能够看懂结构、看懂趋势、能够承受孤独的人，而价格呢，只是他们必须穿越的风暴。好的，如果你喜欢这种把情绪剥掉、只讲结构逻辑的加密故事，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同时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谢谢，再见。